特朗普下令對委內瑞拉實施軍事打擊，並活捉了該國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看來，偽國被美國情報部門煽動成篩子了。與我昨天猜測一樣，馬杜羅被押運到了美國，並在美國地方法院受審。我想，更多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了，這裡就不浪費大家時間了。可以肯定的是，由美國主導的政權更迭對委內瑞拉人民絕非福祉，而是美國合法搶劫委內瑞拉的開始。不僅是石油，今後該國的一切都會被合法的掠奪，不信嗎？咱們等着瞧。不過，今天美國所做的一切，其實就是典型的所謂歐美文明及強盜與掠奪。這點幾百年來一直沒有改變，即使他們今天西裝革履，但也還是道貌岸然的小人而已。德國《世界報》發了一篇意味深長的付費文章，咱們看它的標題：特朗普在推翻馬杜羅政權的同時，也向北京傳遞了一條訊息。因為是付費的，所以看不見進一步內容，但估計該文暗中警告北京要小心了，不要太囂張，最好服從美國的安排，否則美國也會給中國來一個外科式手術。哎呀，德國媒體太高估美國，低估中國了。好的，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德國《時代報》對當前的事態做簡短的總結。或許幾個小時後，信息已經過時了，因為這個形勢每時每刻都在變啊。特朗普宣布，美國將接管委內瑞拉領導權。美國總統特朗普讚揚了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並表示，該國前國家元首尼古拉斯·馬杜羅將在紐約接受審判。特朗普就委內瑞拉襲擊事件舉行的新聞發布會，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其位於海湖莊園的住所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美國將暫時親自接管委內瑞拉的領導權。我們將治理這個國家，直到我們能夠確保一個安全、有序且合理的過渡為止。特朗普表示，他並未具體說明由誰來接管委內瑞拉政府，僅在記者提問時表示，我們會指定人選。他警告委內瑞拉的政界人士和軍方，如果他們不對自己的人民公平，就會遭遇與馬杜羅一樣的下場。特朗普稱，只要美方的要求尚未完全得到滿足，美國將保留所有軍事選項，並未排除派遣地面部隊的可能性。特朗普還談到了委內瑞拉的石油工業，稱其長期以來完全是場徹底的失敗。他宣布，美國石油公司將投資數十億美元修復該國的石油基礎設施。我們將收回本早就該收回的石油。特朗普表示，那裡會有大量金錢從地下湧出。他指責委內瑞拉實施盜竊，聲稱美國曾建立了委內瑞拉的石油工業，而此前幾屆政府期間，那個社會主義政權卻用暴力手段從我們手中竊取了它。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新聞發布會上證實，美國國會並未事先獲知對委內瑞拉的此次襲擊。他表示，此次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項執法行動。美軍將領稱，委內瑞拉抓捕行動經過數月策劃。特朗普將古巴局勢與委內瑞拉相比較。在就委內瑞拉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總統還提到了古巴。他表示，古巴目前是一個失敗的國家，一個徹底失敗的國家。我們希望幫助那裡的人民。這種情況與委內瑞拉非常相似，因為我們既想幫助古巴人民，也想幫助那些被逐出古巴，如今生活在美國的古巴人民。自美國襲擊委內瑞拉首都以來，古巴國內對可能遭受美國干預的擔憂情緒便不斷蔓延。事實上，這種緊張情緒在襲擊發生前就已存在。好的，朋友們，接下來看看《時代報》的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誰能向我解釋一下，從國際法角度看，普京對烏克蘭的攻擊與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攻擊，包括綁架該國總統，他們之間究竟有何區別？這是一個主權國家攻擊另一個主權國家。一直以來，我們自認站在正義的一方。我擔心，我們今天正目睹着幾十年來賴以生存的國際秩序的終結。如果特朗普接下來正如人們所擔憂的那樣對格陵蘭下手，
那將意味着敵人已出現在北約內部，甚至出現在歐盟內部。看跟帖，智利、伊拉克、阿富汗等等等等，這些都忘了嗎？現在真的沒必要裝着美國以前沒幹過這種事。看另外一個跟帖，烏克蘭是一個民主國家，而委內瑞拉卻是一個獨裁政權。您不認為在評價時，這點應當有所區別嗎？在我看來，良好的國際法至少應當區分真正擁有主權的國家，如民主國家所體現的，與一個永遠不可能具備真正主權的獨裁政權。我們繼續看跟帖。我理解您的沮喪，對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同樣感到驚訝。人們難免會懷疑，此事的真正目的或許根本不是委內瑞拉本身，而更多是為了美國國內政治考慮，比如轉移公眾對愛潑斯坦文件的關注。不過，我認為這兩場戰爭之間存在着一些重要區別。首先，截至目前，並未出現將委內瑞拉變成美國領土為目的的入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種典型的帝國主義特徵。其次，此次行動的目標似乎是政權更迭，而從西方視角來看，考慮到委內瑞拉國內的不公平現象，這一目標恐怕並非全無道理。當然，兩者之間也存在相似之處，其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經濟利益。看下條評論，即使馬杜羅是個獨裁者，特朗普此刻所做的事情也是一場侵略戰爭和一次綁架。再往下，難以置信，這就是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嗎？俄羅斯、美國，恐怕很快還有中國，隨意攻擊主權國家，只為攫取土地、礦產資源或權力。這無疑是一段黑暗的時期，或者說一種險惡的世界秩序正向我們襲來。下一則，下一步就是格陵蘭了。如果還有誰居然相信這個法西斯式的美國政權是在開玩笑的話，繼續往下，這是一次違反國際法的行動，對一個主權國家的侵略外加綁架。歐盟各國元首的憤怒和譴責在哪裡？在 NTV 上卻有人解釋說，這是一次短暫而精準的行動。哦，那可真酷呀！照這麼說，只要中國對台灣的攻擊也短小精悍，就完全沒問題了。看來啊，我們的好日子還在後頭呢。在德國，一群腐敗的聯盟黨人士坐在權力的位置上，把我们的經濟拖回70年代。而另一邊，這些藍黑極右翼的勢力早已摩拳擦掌，想把我們的政治拽回30年代。再往下，從西方視角來看，馬杜羅當然對他的國家及人民並不好，但在我看來，這並不能成為實施暴力政權更迭的理由。更糟糕的是，這種行為正在使一種新常態合法化，那就是軍事上更強大的國家不再必須遵守全球規則，而僅憑其統治者的一時興致行事。普京率先行動，試探性地試了水，如今特朗普緊隨其後。那麼那些同樣宣稱擁有領土主張的國家又該如何？比如聲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中國，或者在克什米爾問題上長期對峙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僅舉幾個例子而已，類似的例子還有幾十個。正因為如此，可惜的是，歐洲必須在國防乃至經濟上實現自主，唯有如此，歐洲人才能真正按照自己對國際法的理解來行事。好，再往下。現在特朗普也成了戰爭罪犯。下則，我們究竟生活在哪個年代，竟容許一國政府首腦在毫無授權的情況下被直接逮捕，更準確地說被綁架？這簡直是赤裸裸的封建主義。如果我們此刻還不如美國徹底劃清界限，那也再也不會有這種機會了。下一則，特朗普絲毫不比普京更好，唯一的區別在於他的軍力遠比俄羅斯更強大，因此這場針對委內瑞拉的犯罪式掠奪行動恐怕會更快得逞。這分明是赤裸裸的恐怖主義，是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戰爭行為。
如果聯合國安理會對此仍不介入，那這個機構乾脆解散算了。現在正是貝爾伯克，也就是德國前外長，現在是聯合國大會主席。現在正是貝爾伯克證明自己有膽識的時候。如果歐盟各國領導人對此過於怯懦，他就該主動採取行動。繼續往下，現在請順道把普京和那個朝鮮小個子也抓起來吧。再往下，逮捕，人們應該直接稱之為一個外國國家元首被所謂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綁架了。好的，各位，上面這家德國中間偏左的媒體《時代報》裡有一些，但是呢為數不多，為之較好的，大多數評論是反對美國做法的。但接下來我們看幾條德國中間偏右媒體《世界報》的網民評論，可能畫風完全不一樣。它的標題是馬杜羅帶手銬照片曝光後已抵達紐約，美國宣布將暫時接管委內瑞拉政府。好，現在按關注度多寡來翻譯。第一條評論，這簡直太酷了吧！衝進該國，抓獨裁者，撤出來，沒有平民傷亡，沒有基礎設施被炸毀。特朗普是最棒的美國總統。看跟貼，特朗普肯定不是什麼好總統，但他確實擁有最強大的軍隊，而且做事毫無顧忌。目前看着還挺爽，直到他開始對無辜者下手的那天為止。再往下，你不必喜歡特朗普，但這招確實很酷，幹得漂亮。繼續看跟貼，您能再具體說明一下嗎？在我看來，這清楚地表明，唯有實力、權力和利益才真正重要。無論對方是民主政體、共產主義政權如中國，還是民族主義獨裁政權如俄羅斯，我們根本無力應對。歐盟內部不團結，行動遲疑，沒有自己的軍隊，還有綠黨的烏托式政策摧毀自身經濟。再往下，現在被壓迫的該國反對派被扶持上台，美國公司也將重新開採石油。這樣一來，在這個擁有世界最大石油儲量，卻同時是全球最貧困國家之一的地方，反而會看似矛盾的重新產生繁榮。是的，最終委內瑞拉民眾將從中受益。沒錯，這對我們的氣候保護人士來說當然很糟糕，但誰還在乎這個呢？下一則，德國左派現在正為一個左翼獨裁政權的垮台哀嘆，但真正的民主人士則在歡呼，伊朗人民也該得到這樣的結局。德國之士點評，各位看看，對一些西方人來說，只要有了民主這塊遮羞布，幹什麼勾當就有了正當性，可以直接侵犯一個國家，綁架一個國家領導人或者什麼人，而且押韻到他們認為正義的國家接受審判。更可笑的是，竟然接管人家的政府，這個世界太魔幻了。好的，我們繼續往下看下一條評論。願2026年成為獨裁者垮台之年。伊朗、俄羅斯，你們最好引以為戒。下一則，或許有人指責特朗普先生作惡，就因為他把馬杜羅先生的下午搞砸了，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美國此次行動並未違反國際法，馬杜羅被認定為篡位者，因此不享有職務豁免權，其政權被定性為犯罪組織而非政治行為體。多年來，系統性的犯下危害人類罪，已足以構成對其執行逮捕令的正當理由。謝謝你，特朗普先生，謝謝美國，南美洲現在終於可以萌生希望了。繼續往下，一個夢想正在變為現實，這是美國幾十年來最出色的行動之一。委內瑞拉軍方現在有望站在那位真正經過民選產生的總統一邊。他此前被迫流亡西班牙。看跟貼，那位不是一位女總統嗎？不過除此之外，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該政權已被斬首，殘餘勢力撐不了多久。委內瑞拉人民現在有望迎來一個民主政府，當然，美國無疑會從中受益，但最大的贏家
毫無疑問是委內瑞拉人民自己。哈哈，朋友們，這就是很大一部分德國人的觀點，不知道各位有何感想？你們認為最大的贏家真的是委內瑞拉人民自己嗎？還是特朗普家族及華爾街那些人，或者還有一些美國公司呢？好的，最後我們看看德國國家電視2台油管頻道上關於這條新聞的觀眾評論。我猜上面的評論才是最能代表德語區人民想法的。咱們看，有29萬觀看量，超過4200條評論，可以說關注度相當高。好，第一條評論，這叫國際法？哦，對，這不過是給特朗普擦屁股的廁所紙罷了。繼續往下，這看起來明顯是因為石油而進行的政權更迭。再往下，我衷心祝願格陵蘭和丹麥在有關國土防禦的決策上擁有足夠的智慧。下一則，這肯定又是拜登的戰爭了，這肯定又是拜登的戰爭了。那位和平總統特朗普怎麼可能幹這種事呢？哈哈哈哈。繼續往下，這又是一個理由，說明歐洲必須真正團結起來。單打獨鬥，我們一無是處；唯有團結一致，我們才有能力抵抗這些獨裁者。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少的歐洲，而是更多的歐洲，但必須由新一代政治家來引領。他們應直面這個新世界帶來的新挑戰，而不是忙着填滿遊說集團的腰包。再往下，我簡直無法相信，我們竟又身處這樣一個時代。下一則，美國如今不過是個尋常的糞坑國家罷了，就像特朗普時不時用來辱罵那些不合他心意的國家那樣。人們甚至可以把這個人類文明的深淵稱為北約的恐怖主義國家。繼續往下，也快輪到格陵蘭了，實行獨裁統治的北極熊。德國知識點評，別忘了還有加拿大呢。好，再往下，2週後，沒人再提及委內瑞拉的毒品問題了，話題全變成石油開採了。下一則，可歐洲還在沉迷於自己的小邦割據，根本搞不出任何戰略性的東西。再往下，德國2台這裡為什麼說成是衝突呢？下一則，不，這根本不是什麼衝突，這是一場突襲，一次連宣戰都省了的突襲。繼續往下，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生產毒品，如果委內瑞拉沒有龐大的石油儲量，而是像海地一樣貧窮，或者像哥倫比亞那樣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特朗普或美國還會進攻這個國家嗎？好，再往下看，此刻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俄羅斯、美國和中國正在各自周邊隨意吞併最有價值的國家，並將世界瓜分殆盡。下一則，這種事情中情局早就幹慣了，這不過是美式帝國主義的常規操作罷了。繼續往下，3個精神病患者正在瓜分世界，用強權攫取一切他們想要的東西，而世界其餘國家卻只能袖手旁觀，還口口聲聲說什麼盟友。是時候做出反應，展現力量了。世界正在巨變，歐洲必須做好準備。德國知識補充，我猜這個人說的3個精神病患者是暗指中美俄3國。好，下一則，特朗普政府、美國情報機構和軍隊都是恐怖組織，必須為其戰爭罪行承擔責任。繼續往下，說到底不就是為了石油嗎？拿毒品走私犯當借口，真是可笑。再往下，那針對美國的制裁又在哪裡？下一則，以特朗普的風格，他甚至會把這事兒也列進他那份已終結的戰爭清單裡。再往下，此次襲擊及綁架一國政府首腦的行為，難道不是違反國際法並構成戰爭罪嗎？為何無人對此提出異議？
下一則，為什麼這裡沒人直接稱之為突襲？如果是俄羅斯這麼做，大家立刻就說這是違反國際法的侵略，而一旦換成美國，就變成了軍事行動。得了吧，別自欺欺人了。好，看最後一條評論，這是違反國際法的恐怖行動。好的，各位朋友，以上是節選一些德國電視2台的網民評論，我認為也是最能代表德語區人民觀點的。德國很多媒體根本不敢，或者說不會開放評論功能，比如德國電視1台、NTV、時代報等這些主流媒體的油管頻道都關閉評論功能。德國電視2台是個例外。好的，本期關於委內瑞拉總統被綁架到美國的德語報道及評論翻譯就到這裡了。大家對美國這種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操作有何看法？請在下面留言。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